次关于狂欢节的闲聊，让我们确定了2024年的度假地南美洲24天，行程28000公里。我们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领略了奔放的桑巴风情，沐浴了巴西和阿根廷之间的伊瓜苏瀑布。我们沉浸于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汤果的激情优雅和莫雷诺冰川的壮美，流连于智利百类国家公园雄奇的山塔和奶蓝色的佩赫湖，秘鲁、马丘比丘和马拉斯盐田等印加文明遗址，以及彩虹山和提提卡卡湖，让我们觉得不虚此行。3月1号的上午，现在我们的导游将送我们到这个普鲁大区圣罗曼的首府弗利亚卡。我们将在弗利亚卡搭上飞机飞往秘鲁的首都利马，全程538英里，也就是860公里，大概飞行要2个半小时吧。到达利马入住后，我们计划到它的海边去游玩，同时品尝利马美食，欣赏海边日落。这就是弗利亚卡机场，隔普鲁的提提卡卡45公里。机场主要营运秘鲁国内的航班，连接首都利马和库斯科等重要的城市。机场里面还有一个小的贵宾室，还可以喝2瓶啤酒每个人。现在我们开始登机了。在南美的机场基本上这飞机都不是对接口登机的，而是从地面爬旋梯登机。感觉非常好的是可以看见自己的大飞机和这里的蓝天白云，不好的就是这个要抬自己的手提行李上飞机，非常的麻烦，特别是在这个高原地带。今天天气好好哦，看这里在指挥另外一架飞机落地，这个飞行员眼睛就要好了，这样指挥。要抬上去了，高海拔3850米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飞机 Sky， 飞机还有那么大，看着还挺新挺干净的。我们在这高原已经待了11天了，但是氧饱和度还是只有80左右，人感觉没高反，其实氧还是不足的。现在我们在飞机上，飞机还没有起飞，到利马就是平原了，等我们到那里再看一看是什么样子。到利马了，我们现在从利马机场出来，坐上了网约车前往我们的酒店。好热啊，出汗了，脸上汗都在滴了啊！哎呀，心跳怎么这么快？刚下来啦150几嘞，心跳。等一下咯，你省汗了，那个心跳要留下，稍微等一下。94啊，心脏也是不适应，可能刚从高原到平原，有个适应的过程。对啊，血氧倒是还好，90。血氧回到了95，但是心跳挺快的，在慢慢的降。现在心跳我也没觉得心跳会快，下来了142。刚才156了，你再休息一下心跳。所以上高原下高原还是挺危险的嘞。好了，现在下到100以下了，好了，解除危险。终于下到了平原，不用担心高反了。我们觉得非常的放松，来到了我们入住的酒店。这是我们要住2晚的酒店，它是一个连锁店。我们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也是住的它。办完酒店入住，一个令人心跳骤停的发现击中了我们。我们有一个包忘在了网约车上，这个背包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里面装着过去20多天南美旅行的所有记录，包括照片和视频素材，以及照相机、无人机、GoPro、iPad 等设备。我们立即通过网约车平台联系司机，电话接通了，但铃声响了一下就被挂断，在打过去时却再也没有回应。心急如焚的我们在酒店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赶往最近的警察部门报案。警察在了解了情况后，迅速与网约车公司取得联系，最终联系上了司机。司机回答竟然是他在车上没有发现任何背包。
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清楚地记得背包就放在副驾驶座位的边上，并且离我们离开网约车到第一次打电话给司机之间也就10几20分钟。包被接下来的顾客带走的几率并不大，可司机却坚持说没有发现任何包裹。这时我们发现包内的 iPad 仍然在发送位置变化的信号。警察显然也意识到情况不对，决定采取行动。他们出动警车，带上我们一起按照 iPad 的定位信号展开追踪。追踪的过程惊心动魄，警车在利马的大街小巷穿梭，我们一边紧张地盯着 iPad 的位置变化，一边不停地通过网约公司联系司机。在警察的不断施压下，2个多小时后，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司机主动打电话，声称他刚刚才发现背包在车上。他解释说，之前很忙，没仔细检查。在先前，司机坚称没在车上发现包时，我们是没有抱太大的希望这包能再找回的。听到消息的喜悦自不必说，我们由衷地感谢利马警察的专业、高效和坚持，还有酒店的工作人员全程翻译沟通。iPad 的定位功能在此次事件中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就是我们刚才坐的这个警车。现在我们回到警察局来进行物品交接和结案。桌上摆的是我们包里的东西，坐在座位上的这个是出租车司机、出警的警察和帮我们做全程翻译的酒店工作人员。电脑后面的是警局的领导，窗外是开车追逐的司机。我们是超级幸运的，我们的幸运来自于酒店的优质服务和利马警察的高度负责。后来我们在我们的 GoPro 上竟发现了这样一段视频，证明司机当时把我们的器材拿回家了，并把玩了拍下了一段录像。